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感到很错愕，就是我发现体重计上我的数字竟然破9了。这件事让我顿感压力山大，因此我开始制定了一个减重计划。但是坚持1个月后，我放弃了。经过几轮这样反反复复后，我感到很苦恼，开始思考：难道要坚持一个计划这么难吗？难道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吗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一天我在抖音上看到有人推荐了一本书，他用2句话吸引了我。有个作者每天坚持1个伏地挺身，每天只读2页书，写50个字，结果2年后成为健身房的常客，还成为了畅销书作家。这本书的名字很特别，微习惯，简单到不可能失败的自我管理法则。这不就是我要的吗？因此我马上下载这本书，并花了30分钟左右把这本书读完了。这本书的内容果然是我要的。隔天我就开始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执行了一些计划，没想到还真的有效，包括每天上跑步机5分钟，每天读1段落书，写50个字。这样的方式让我更容易坚持每天运动，看书效率更高，也增加了写作的积累。重点是帮助我更容易行动起来。这本书的内容共分为7章。第1章，微习惯是什么？第2章，大脑的工作原理。第3章，动力 vs 意志力。第4章，微习惯策略。第5章，微习惯的独特之处。第6章，彻底改变只需8步。第7章，微习惯策略的8大规则。我把它简单的分成3部分。前3章，介绍微习惯是什么，从大脑运作原理说明为什么微习惯有用，动力与意志力的差别，哪一个更有效。第4章，是个衔接，从意志力谈到微习惯的功用。第5至7章，开始深入谈论微习惯，从微习惯的特征到建立微习惯的8个步骤，最后用8个规则提醒大家运用微习惯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其实总结起来，有几个重点是我印象深刻的。微习惯的目标设定，必须是个简单的目标，甚至让你自己感到太简单，例如每天1个伏地挺身。建立的目标最多同时不要超过4个，不然会让你的大脑感到负担而无法坚持。不要轻易调高你的目标，例如作者的每天1个伏地挺身至少坚持了1年都没有改变，调高目标可能带来反效果。作者为什么发现这个方法呢？其实场景跟我们很类似，当初他也跟大家一样想要锻炼身体，制定了计划，但是失败了，后来就破罐子破摔，干脆每天只做1个伏地挺身。没想到这样的目标设定让他反而坚持了下来，每次运动时若有精力就会多做几个伏地挺身，但目标始终设定在1个。这个1下的伏地挺身反而让他养成了健身的好习惯，他甚至想叫这个1下伏地挺身为黄金伏地挺身。这个方法的有效其实和我们大脑的特性有关。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个稳定不易改变的器官。我的理解是，我们的大脑其实很懒，任何试图改变它稳定的状态的事物，大脑都会很抗拒，而养成新习惯就正好是大脑最不喜欢的事情。因此为了使大脑的抗拒减到最小，就要在目标设定上去欺骗大脑。例如每天1下伏地挺身，简单吗？非常简单，甚至你的大脑都会怀疑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但是当我们做了1下伏地挺身后，发现太简单了，就会尝试再做1下，直到你的大脑告诉你它不行了。这时候再回头去看，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下的伏地挺身，即使没做那么多下，至少你已经做了1下，也胜过0下了。这个技巧在我上跑步机运动时特别有效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天天都是好状态，有时候没睡好就很不想上跑步机，但是我告诉自己的大脑，我的目标就是5分钟。5分钟其实很快就结束了，但是让我有了上跑步机运动的动力。每当5分钟结束，身体还有力气，我就会再一次告诉大脑，我想跑5分钟，重新再设一个一样的目标。结果我的大脑接受了，我就再继续运动，直到30分钟完成。这当中我发现一个小现象，只要我在新的目标上是这样说的，我要再跑5分钟，这个再字会让我的大脑想抗拒，而不使用再字，反而可以欺骗大脑，这是一个新的简单的目标，反而可以让我继续运动了。在其他的事情上也有类似的效果。这本书不难读，它就是告诉你一个新观念，目标的设定不是要远大或是充满挑战性，而是可以让你动起来，并且容易坚持动下去，这样的目标才是有效的目标。鼓励大家也可以开始试试看，针对你想做的事设定一个小目标，试试看效果如何，若是有效，也可以分享给大家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